这把武器似剑非剑，似刀非刀，此剑可以脱离剑身飞出去，周围3掌之内可以秒杀，杀人于无形，还可以合体变成双剑，配合2刀流，如斩草般，敌人瞬间倒地。但江湖中有一把剑比它还要恐怖，它是从天劫中而生，名叫天罚剑。领天罚者，罚人罚己。天罚剑一旦入手，立刻成魔，一剑下去，100人瞬死，敌我不分，只有杀戮。可以说，谁得到它，就可以称霸武林，号令天下。电影一开始，号称江南第一镖的四平镖局护送一趟极为重要的镖——甘月鞭罗刹刀，虎牙枪铁画银钩，是黑道兵器谱上前10名的存在，却在商山坪遭了劫。劫镖之人是绿林隐退多年的高手商山4号，4人武功极强，一个照面就将镖头和上等镖师重伤。危急时刻，一个叫石飞我的下等镖师一剑挑4号，至此一战成名，名动江湖。此时进来的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四平镖局的司空局主。可是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而是眼前的这位姑娘。原来这个姑娘是石飞我的红颜知己，外加小女朋友。小姑娘名叫浅浅，是个漂亮姑娘，但是姑娘的眼睛却是看不见的。可是这并不妨碍她的漂亮，和无数的爱情故事一样，他们2人之间也有了故事。石飞我带着浅浅去看星空，夜色是很好的保护色，2人之间也暧昧渐生。石飞我给了浅浅萤火虫，告诉她这是他给的星星，漫天星空极其浩瀚和浪漫。可是浅浅却遗憾看不见。石飞我告诉他，他会看见的。2个月前，江南第一镖的四平镖局举办了开国大会，除了镖局自己人，还有武林中人。局长让大家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众人就不客气，大口吃肉了。此时石飞我现身此间，意在夺取总镖头一职。一位镖头表示不服，可石飞我连刀都没出，他就输了，可又拔出大刀和他打了起来。石飞我拔出子母剑和他们战了起来，此剑飞跃而出，3丈之内无人敢动，威慑力简直就是太爆了。就这样，石飞我得到镖头一职，与在座各位镖头平起平坐。这天，石飞我找到浅浅，想带他和他爷爷远离江湖，治好他的眼睛，去诗和远方。这时一群刺客却杀了出来，石飞我用着浅浅凌空飞跃，紫剑飞旋而出，刺客立马毙命。接着又出来几位刺客，原来是扶桑国来的杀手。这时又出来一个小萝莉，但石飞我却不想理会他。镖局的人也过来了，刺客立马逃走。这天，镖局司空局主找到石飞我，要他押送一趟极为重要的镖，而他就是神龙令。200年间，一柄邪剑从天劫而生，名曰天罚剑。为了争夺它，江湖门派相互厮杀，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。为了阻止这场武林浩劫，上古门派神龙门派出龙一夺得了天罚剑，他和天下群雄约在峨眉金顶之上决斗，以1对100击败所有天下高手，平息了这次劫难。龙一最后拿出一块玄铁令牌，此令名曰神龙，见此令，神龙门有求必应。石飞我知道这趟镖极其凶险，不想押镖，司空局长却说事成之后，他可以请鬼医治好浅浅的眼睛。为了浅浅，石飞我接下此镖，为了掩人耳目，对外人谎称是押送药材，规划了走偏僻的路线，选择大漠这条人少的路，但还是有心人给盯上了。此地的镖局和劫匪勾结，要夺取宝物。这时，一个诡异的红衣女子用琴声荡起了风沙，石飞我子母剑一出，剑气阻挡掉风沙，接着一剑断指，将他们给赶跑了。他们找到了一个破庙落脚，晚上在破庙中避雨的时候，进来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路人，他们有唱戏的，有卖面的。接着一个白衣男子进去之后，这些人开始动手，他们都是杀手，是为了神龙令而来。石飞我却一点都不怕，让他们一起上。子母剑瞬间变成双剑，开启2刀流，化身血魔，杀手们瞬间就被杀光。接着出门去见白衣男子，这位男子是石飞我的好友，但他的身份却是七杀门的少主，奉父之命来夺神龙令。2人对战几招不分胜负，石飞我也认真的起来。2人对此之时，七杀少主却突然收剑，子母剑刺中了他。七杀少主本不想杀石飞我，但是因为七杀山庄的规矩，必须死一人，这就是一个杀手的宿命。七杀少主告诉他，让他不要再护送下去了，前面有许多武林高手聚集在放马滩等着他。石飞我听到他的话十分伤心，2人关系甚好，石飞我还是苏公子给他娶的，2人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。一番交谈下来，引为知己，沾了朋友血的剑就不能再用了。他以剑当碑，埋葬了七杀少主。石飞我回到破庙以后，他让镖局其他人都回去，这趟镖实在太过凶险，自己一人护送
动神龙令。石飞我带着神龙令到了放马滩，冰姬早早站在高处等着了。放马滩上也已是萝卜开会，神龙令一亮相，气势磅礴，霸气侧漏。这时这名小马甲打头阵了，刀可拿刀就朝他冲了过来，感觉这小子刀都没玩明白，白衣小萝莉闪身下来了，将手中武器奉上给石飞我。他用一片叶子杀死了刀客，石飞我却是不愿意拔剑。这时两位道士突然从枪而降，让石飞我说出自己真正的身份。当年龙一带走天罚剑，将他封印在祝剑锋的藏剑石后，邪剑却孕育出一位剑灵，被祝剑山庄收养，就是冰姬。天罚再现，石破天惊，武林再次掀起一场浩劫。天罚剑被一个叫于京兰的少年拔出，于京兰却是入了魔，血洗了整个祝剑锋。冰姬也选择了他当主人，而这位白衣少年就是石飞我，白衣萝莉就是冰姬。石飞我不想再次入魔，不用天罚剑就打败了两位道长。石飞我直接打败100名剑客，他的身边插满了败剑。这个穿着盔甲的扶桑人杀向了他，石飞我一剑斩破此人的盔甲，此人竟然是自己的小弟。3年前，石飞我带领海盗和倭寇，化名萧谈笑，搜刮南海财宝，自称七海贼王。多年的囤积成了京师的宝藏，朝廷自然无法坐视他们猖獗。神龙门重出江湖，神龙大侠龙八带领军官和武林人士对他们进行清剿，战况惨烈，死伤无数，七海贼寇从此销声匿迹。萧谈笑也被龙八诛杀，从此消失不见。宝藏的秘密只有他知道。石飞我颇有江湖道义，根本就不忍心杀他，但小弟却背后刺伤了石飞我。这是一个浪子野心的民族，小弟逼他交出宝藏，冰姬一怒之下冲上去，却被打伤。石飞我这下是怒了，大喊一声剑来，天罚剑剑身显出闪电，这一路火花带闪电的，浑身包裹着雷电之意，拉风的飞到了他的身边。石飞我握住天罚剑，瞬间变成了红眼魔怪，一剑下去，武林高手瞬间被斩杀，这场面很是拉风带劲呢。石飞我正要血洗放马滩时，红衣女子再次出现，用古琴唤醒了入魔的石飞我。此女就是龙八的传人龙九。龙九之所以不杀他，是因石飞我将宝藏散给了百姓。龙九让石飞我毁掉天罚剑，但天罚剑一毁，冰姬也要消失。石飞我不同意，他让龙九带走天罚剑和冰姬，让他们不要再出现在江湖中。这时石飞我打开宝盒，却发现里面没有神龙令，他找到了镖局的副镖头，还有一个花大少掺和其中。原来这是他们合伙做的局，这口气他怎么可能咽得下？从他的手中夺得了神龙令，从此消失不见，这才有了开头一幕。司空局主来这里找到钱钱，想用他逼石飞我现身。不一会儿，一个铁爪飞了出来，竟是六扇门的人也来了。接着七杀门主也赶到，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报仇，但他们各怀鬼胎。局主是为了神龙令，六扇门是为了七海宝藏，七杀门主是为了天罚剑。这时召集他们来的人也出现了，他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武林世家花家的大少爷。花大少用机关拿出了一颗花家独门暗器轰天雷，他告诉大家，他在周围埋下了许多颗轰天雷，只要他手一放，这里的人都要死，没有人可以逃走。门外也布置了无残刀司。原来石飞我真正的身份竟然是花家的二少爷。为了让花家称霸，花大少愿意用自己的命来换取这里所有高手的命，但他千不该万不该，将钱钱也算计了进去。危急时刻，石飞我赶到，将在场的武林高手统统打了一遍。画面是通过动漫体现的，比真人拍的更酷炫一些，场面也很是精彩好玩，就是不知怎么觉得有点滑稽。不过漫画和真人各有好处，毕竟漫画的炫酷，真人做不到。石飞我告诉大家，轰天雷他已经解除掉了，他把神龙令就这样直接抛出，屋内的人瞬间就厮杀争夺起来。石飞我带着花大少和浅浅逃出，望着屋内一身红衣的龙九，花大少欣喜非常，又怅然若失。原来花大少爱上了曾经的龙九。石飞我告诉大哥，打算退隐江湖，大哥却是不满意，他抛下父亲。石飞我却是对自己的出身痛苦，而且他也怪大哥差点伤了浅浅。花大少提醒弟弟始终姓花，但是这对于石飞我却是痛苦的。船内的人确实不想听他俩吵架，浅浅想了解男朋友的前女友，龙九却说那是以前的事了。浅浅却还是想追问，但是龙九并不想理他。石飞我坚决跟大哥划清界限，但是他却把大哥给刺激到了。
大哥看不上浅浅的职业，但显然石飞我并不这样想。花大少其实是想家庭和睦兴旺，小女友这边却是颇为懂事，瞧把他的大叔都给感动哭了。男人终究是逃不过温柔乡，石飞我却是眼泪直流，相爱却要分开，是挺难过。石飞我还是不想回花家，他还是选择做石飞我。龙九带着浅浅找到鬼医，治好了双眼，两人分道扬镳。电影的最后致敬了古龙先生。《秋寒江南》这部电影是改编自大陆新武侠代表作家妥正的同名原著作品。这部电影虽然是网络播放，但是剧情和特效还是可以的。电影中有许多动漫的画面，非常的好玩，也很有特点，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。电影中的女生演技也还行，龙九和浅浅，小编觉得很像。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都爱着石飞我，都用自己的方式在爱着他。浅浅温柔的等待，冰姬忠心的跟随，龙九默默的保护。这三位女主，你更喜欢谁呢？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。大家有想看的电影可以留言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